有个戴礼帽的男士，手里端着罐装咖啡，竟然救下了8个准备自杀的人。这些自杀方式各不相同，可见康子对死亡这件事挺有研究的。有跳楼的，有卧轨的，有吃药的，有上吊的，有焚炭的，有点火的，有引弹的，最后一个是割腕的。你说这也得算福利？我就想知道，光着割腕真的能死得更彻底吗？这8个人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背负着巨额债务。虽然他们因绝望选择了自杀，但当真有人来救时，他们的求生欲又占了上风。在礼帽男的带领下，他们聚集在一家已经停业的酒店，他们的第2次人生即将开启。标题中用了 Da Capo 这个词，这是乐谱中的重复标志，意味着从头再来。第一件奇怪的事就是酒店里的钟表会在奇怪的时间点报时，比如在17点47分就响个不停。之后还有一些随机的奇怪时间点，不清楚这是伏笔还是误导。礼帽男名叫二公，他负责传达上头大佬的指令。把这8个人聚在一起的是一位神秘的富豪，名叫 X。 他打算为这些失败者举办一场复活赛，奖品自然是巨额奖金。不过这钱可不是白给的，得拿命来换。每个人都必须签订一份价值1亿日元的生命保险，受益人是 X。 如果有人死了， X 就会拿出这笔保险金平分给剩下的人。比如一个人死了，扣除手续费后9000万给剩下的7人平分，再死一个，新的9000万给剩下的6人平分，多出来的零头就捐给慈善团体。这就意味着剩的人越少，每个人分到的钱就越多，最后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赢家。这8个人都曾一脚踏入鬼门关，对他们来说，现在最大的风险也不过是死亡，而且还可能赢得大奖，这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划算的交易。生命保险签好后，下一次集合定在晚上7点24分，届时游戏正式开始。现在的空闲时间里，这8个人开始尝试组队和社交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靠谱的队友，同时也各抒己见为何会负债。最无辜的是小英，她背的是父母留下的债务，父母过世后，黑社会找她来讨债，原本应该上大学的她，甚至被迫出卖自己。太一这小伙子也挺无辜，他是被骗签字，无意中成了别人债务的连带担保人。英智大哥是被一个女人骗的，他利用他的感情，以家人生病为借口，不断向他要钱。没钱时，他就让他去借高利贷。不过说来惊奇，他竟然还深爱着那女人，一想起来就伤心的要命。能这么痴情也是难得，真应该把这脑子拿去研究研究。接下来是戴眼镜的大惠离子，他是个赌徒，他常在小钢珠店门口借钱。他就是这样借着赌，输了再借，陷入了恶性循环。你看赌博多可怕，千万别沾。这位女士的债务历程真是奇葩中的奇葩。她原本是小三，搅和进了别人的婚姻，而那位原配夫人却是个传销高手，性格古怪，每月非得买100个号称能带来幸福的达摩人偶。这就是她作为小三的代价。那么多达摩堆一起，真是让人头皮发麻。爱菜1个月花掉的钱简直像流水。原配这招够狠的，但这也是爱菜自找的。大田园这个秃头大叔真是债务累累，活该。司机不逆行，他就开始破口大骂，还摔东西。司机不要他的钱请他下车，他却动手打人，简直是自找苦吃，想找死就自己去，别连累别人。他因为故意伤害罪失去了医师执照，诊所也破产了，还得赔一大笔钱。我只能说活该。最后这2位中康大哥和杨子大姐都是和黑道有那么点关系。中康因为动用了组织的钱，差点丢了命，他最后逃了出来，但他的手下被做成了水泥尸块，扔进东京湾。杨子原本有机会得到一大笔钱，条件是得和黑道大哥上床。饭桌旁边放张床，原来黑道大佬也喜欢大开间。杨子撕了大哥的支票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虽然很解气很帅，但穷的现实也摆在那里。过了一会儿，到了19点24分的集合时间，大钟又在奇怪的时间响了。大家都聚在餐桌旁，但在吃饭前，二公端来了8杯水，这就是他们即将参与的游戏。运气也算是一种实力，所以这场生存游戏无需厮杀，只看运气。8杯水中有1杯加了看不出来的无色无味的毒药。等二公一声令下，大家要一饮而尽。毒性将在20分钟后发作，届时将有人出局。剩下的7人可以平分出局者的生命保险，获得奖金后还可以选择退出，是不是很人性化？大家都用自己的迷信小方法挑选了水杯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二公正要喊干杯，中康突然大声阻止，他想和看起来善良的小英交换杯子，他觉得小英选的杯子肯定没问题。一般人听到这个都会拒绝吧，但谁能确定他没有发现什么端倪呢？但天真的小英觉得这只是个看运气的游戏，他就答应了中康。英智看到这情况也想搅和搅和，问还有谁要跟他换杯子。这招其实就像洗完牌再切牌一样，还算讲得通。最后是秃头的大田园跟他换了。二公一声令下，大家都忐忑不安的一口气喝下了杯中水。在等待毒发作的时间，先来吃点晚餐吧。结果晚餐竟然是泡面，这也太不上档次了。你看看侦探剧里都是在酒店吃大餐的。太一突然问了个问题，如果有人死了，尸体怎么处理？金主 X 对这种情况早有准备，把尸体藏好，然后报失踪。如果7年后还没找到人，就按死亡处理，那时候生命保险金才能发放。但是分给大家的钱 X 会先垫付，所以奖金几乎是立刻可得，比冲印照片还快，直接拿回家。他突然开始说话不清，感觉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灼烧，症状出现到死亡竟然只用了短短10几秒。
英智最后死死地盯着给他换杯子的大田园，然后就停止了呼吸。二宫宣布游戏结束后，存活者们开始感受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快感。他们围着英智的尸体跳起了庆祝舞，为这突如其来的100万大奖欢呼。但这些钱对他们的债务来说，真的只是杯水车薪。除了赌徒惠离子，没人能还清欠款。看来这场赌命的游戏还远没有结束。持有医生执照的大田园亲自确认，英智已经没有呼吸了，尸体被扔进了回收脏衣服的管道，足足掉了5秒才触底。你们这酒店是有地下18层的吗？这么高的跌落，脑浆都能摊成鸡蛋了，尸体只用一层黑布包着。如果他事后真的复活了，那这复活甲的质量真是太好了。二宫手里有所有玩家的详细信息，连英智的简历也一并扔了下去。这里记录的欠款与英智本人坦白的大体一致，专门处理尸体的人已经在下面等着了。这2个人到底是谁，还是个谜。但根据二宫的说法，英智的尸体将永远消失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二宫向剩下的生还者发放了这一轮的奖金。赌狗大婶已经赚够了还债的钱，他可以离开了，但一旦离开就不能再回来，也不能对外透露这里的任何事情，否则会受到严厉的追责。对其他人来说，游戏还在继续。现在大家都有了奖金，从第2轮开始要加一条新规则，死了的话，已获得的奖金不能作为遗产带回家，奖金会留在原地，由其他生还者平分。这意味着要么及时退出，要么努力活到最后，否则一无所有。最后的赢家将像中了彩票大奖一样，一次性获得所有人的生命保险金。赌狗大婶还没走出门，听到这条新规则后立刻跑了回来。他对赌博的热爱胜过一切，即使离开这里也继续赌，不如留在这里赌个更大的，这比玩小钢珠刺激多了。要是没人退出，头奖可是高达6亿3千万呢。第2天的早饭8点07分准时发放，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。跟黑道有点关系的中康找到了一条突破口，奖金都是现金发的，那肯定是这酒店某个角落藏了一大笔钱。但想偷这钱可不容易，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金主 X 监视着每一个角落。他去找同样和黑道有点关联的杨子商量这事儿。杨子表面上不搭理他，其实心里可能已经动心了。这集里偷钱的线索没再继续，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小哥太一和二宫聊天，得知这是他第1次当游戏主持人，但这游戏已经搞了好几10次了。金主 X 举办这游戏不是为了找乐子，而是想帮助玩家们。具体的二宫没多说，他一套信息的时候表面笑嘻嘻，其实心里毫无波动。这和他平时那副善良的面孔大相径庭。看来这哥们儿可能是个双面人。这位大田园大叔挺有意思的。进酒店后虽然都得上交手机，他却在圣经里藏了一台备用机。他给某人发了消息，报告了第1轮的情况。看样子他在找某个人，他似乎事先就知道有这场游戏。难道他和之前的参赛者有勾结？他这是又有什么目的呢？第2天早上，有3个玩家没来吃早饭。赌狗大婶在房间里自顾自吃香肠，杨子和太一只是跟二宫打了个招呼，他们去哪儿干嘛去了就不知道了。下一场游戏的时间二宫也还没定，不过只要听到钟声就得集合，这里的规矩的遵守。吃过早饭，大田园和黑道2人玩起了抽签，他一帮女生打了只蟑螂，顺便也加入了聊天。他们彼此又坦白了自己的一些过去，补充了上集提到的欠债原因。小英的父母是在一个组织的旅行中遇难的，原因是酒店失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太一以前是在旅行社工作的，不知道这2人的过去有没有什么交集。爱才抱着达摩，这真是有点邪乎。他是个幼儿园老师，居然和学生的爸爸搞上了。我怎么觉得这剧情串成重启人生了？他被原配夫人逼着买了达摩，现在竟然信了这玩意儿能带来幸福，这不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吗？看他床头那一排达摩，幸不幸福不知道，反正我是看着头皮发麻，估计连蟑螂看到都得困惑的绕道走。上集对杨子的债务情况描述的不多，只说他和黑道有点关系。这集补充说他是个美术商，你得知道这行看的不是艺术，是钱。但他曾冲动的投资了一个无名小画家，最后赔了个底掉。不过朋友们，他欠的债竟然有1亿5千万，我也是不太信单靠倒腾画就能欠这么多。他是本剧中的大牌演员，我猜他的背景肯定不简单。秃头大叔大田原又开始给人测血压了，知道他不简单，但没想到他这么狠，竟然把出租车司机的眼睛打瞎了。没啥特别的理由，就因为他脾气暴躁，而且现在也不觉得后悔。真的假的？这种人怎么还能在外面到处走动啊？他该不该送精神病院或者关进监狱，选一个把他关到底。下午5点05分，游戏的钟声响了，抽签的3个人也分出了胜负。中康输了，不知道这是不是暗示了游戏的结果。这一轮游戏，每人发了一个枕头和一把左轮手枪，枪里只有1颗子弹，枕头是用来垫在头和枪之间，防止血喷出来。他们要玩的是致命的俄罗斯轮盘赌，随机旋转弹仓后对准自己的头扣动扳机，如果运气不好，弹仓转到子弹那一格，那就直接游戏结束了。大家旋转完弹仓后就不能再看了，得按照二宫的指令一起开枪。如果第1轮没人倒下，就得来第2轮，直到有人出局。当然，1轮中有多个人同时中枪也是有可能的，所以这局游戏到底会淘汰几个人，还真说不准呢。上一轮喝水游戏，最终大家也是换来换去的。小英这时突然想起来了，主动提出要和中康换一换。他们俩刚换完，大田园也插一脚进来。前一局他把毒水换给了英智，
自己才侥幸逃生。这回最后是艾菜和他换了枪。不过说实话，这游戏设计的有点马虎，弹仓里有没有子弹是肉眼可见的。谈好之后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操作，真能忍住不偷看一眼吗？总之时间不早了，人也不少。二公一声命令下，所有人同时扣动了扳机。好消息是，没人中枪。第二轮还是无人中弹，但这样反而更折磨人，等待死亡比死还难受。大田园吓得都快尿裤子了。二公说：“忍忍吧，等大家都结束了再尿。”命运的第三枪即将响起。这次倒霉的是达摩弥艾菜，他的枪是大田园换给他的，第一轮的毒水也是他搞的鬼。这大叔2次都差点与死神擦肩而过，这让人不离的怀疑他是不是早有预谋。艾菜的简历上的欠款情况跟他亲口说的完全一致，他的爱好竟然写的是护理达摩，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艾菜的生命保险和他赢得的奖金，剩下的6人平分了，每人1714万。对赌狗大来说，这纯粹是白捡的钱，但其他人还是杯水车薪。在等待下一场游戏的间隙，6个人开始密谋小动作。最平静的是赌狗大和小樱这一组，艾菜之前一直和他们一起行动，所以小樱现在特别难受。赌狗大在安慰他，还把自己的护身符给了他。他说希望这能把好运分给他，让他能活下去。但他这么做是不是真心的，还真不好说。杨子和太一这组神神秘秘的，他们俩似乎心知肚明。第一集不是说杨子有黑道背景吗？那天他其实是去给画廊拉投资的，但随着他翻脸，银行被黑道压力，他1分钱也弄不到了。他终于明白，这次资金危机从头到尾都是有人精心策划的。黑道大佬羞辱他，要他下跪道歉，但他甩出一句：“老娘在地狱等你。”原本打算自杀的杨子，现在仿如同获得了赠品般，他获得了第2次生命。他决定出去后要搞个大新闻。他打算拉拢太一，如果最后剩他们俩，就退出游戏，不再相互厮杀。为什么他不找同样黑道出身的中康，却选择了看起来无害的太一呢？至于为什么，现在还说不准。太一没直接答应，但显然他也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。大田园在那儿偷偷的用备用手机联系着某个神秘人，他焦急地问：“就像你之前说的，第3轮我能撑过去吗？这没问题吧？这个二公到底是谁啊？”可话音未落，中康就已经敲响了他的房门。我猜这些游戏的死亡名单可能都是有人在操控的，而那神秘人一直在暗中保护大田园，确保他能活下去。俄罗斯轮盘赌虽然有动手脚的空间，但赌水的话，光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到底他收到了什么样的信息，是怎么做出判断的？他对二公有什么样的不寻常发现？这些现在我们还无从知晓。中康找他是因为偷钱的事，那个酒店的某个角落藏着大笔现金，上次杨子没搭理他，所以这次他找到了大田园。他在大田园耳边低声透露了自己的计划。大田园高兴的秃顶都能反光，他一拍掌说：“兄弟，你真是个天才。”但他们所有的小动作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被监控的另一头的人看在眼里。这个人会不会是金主 X？ 他在不在酒店里？这些还都是个谜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6名玩家和二公都同时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上。他是这7个人之外的另一个人。5点28分，游戏开始的钟声响起，又有人要死了。最年轻的太一和小樱心里难免有些波动，但杨子说也该习惯了，放下感情吧。如果每个人死了都要伤心一阵，那折磨的其实是自己。这次的游戏在游泳池举行，大家都换上了统一的运动装。赌狗大婶自信满满，因为他高中时是游泳队的。但大田园就傻了，他不会游泳，觉得水里简直太可怕了。他预感这将是他的一个大难关。泳池中被划分成6个隔间，每人选择一个，关上盖子后里面几乎没有空气，所有人都得在水中屏息。但其中有一个盖子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。这些隔间做得特别牢固，别想从别的地方逃出去。盖子打不开的话，只能在水里窒息死去，这死法太痛苦了。虽然他们这么说，我看这些网子实在不靠谱，焊的铁栏杆不是更结实吗？为了避免游戏太枯燥，这一关还特别设了奖金，谁能最后浮出水面，就能额外拿到1000万。每个盖子的细节都不一样，光凭外观是看不出问题的。赌狗大婶看到这个，就像屎壳郎找到了宝贝一样激动，这就和挑老虎机一样，他太熟悉这套了。他凭直觉为小樱选了个看似最安全的隔间，不过并不是为自己。其他人都劝小樱不要听赌狗的，他的直觉靠谱吗？如果他真的那么准，也就不会欠下那么多债了。但最后小樱还是选择了信赌狗大婶，握着大婶给的护身符跳进水里。赌狗大婶也选了自己的隔间，他看起来很镇定，其他人压力山大。大田园吓得不轻，觉得留到最后的肯定是好的，于是挑了剩下的一个，真当自己是在捡宝呢，还想着捡个好的带回家。接着中康、太一和杨子也纷纷选好了各自的隔间，提醒大家这池子不深，跳水时得小心，别伤到自己。大田园一脸忧愁地跳进泳池，游戏正式开始，坚持最长的人可以获得1000万的额外奖金。大家都拼命憋气，恨不得长出鱼鳃在水里住下。40多秒后，第一个上来的是中康，他抽烟太多，肺活量差。赌狗大婶是第2个上来的，毕竟比高中时胖了不少。第3个上来的是太一，小樱第4个上岸，他上来就向赌狗大婶比了个心，看来真的没坑他。最后只剩下杨子和大田园2人，一个将赢得1000万额外奖金，另一个却要去见阎王。究竟命运的齿轮将如何转动呢？恭喜杨子！同时，大田园的隔间传来了撞击盖子的声音。开始时声音很响，
慢慢变弱，最后彻底消失了。大田园这个秃头大叔居然和幕后黑手有勾结，最后却在这场游戏中丧命。他原本是最接近真相的人，可他的死也让所有线索都戛然而止。之前的游戏里，大田园总是很镇定，拿道具总排在第3，但这次他的表现完全反常。我觉得大田园的死不是偶然的，但是不会游泳，不应该把他吓成那样。可能是这次他没能再和那个神秘人联系上，不知道该怎么赢，或者是监控他的人觉得他太过分了，直接安排了他的死。他可能早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。上集中他偷偷用备用手机联系神秘人，结果下线了。这轮的奖金每人2399万，杨子还额外拿了1000万的 MVP 奖。钱刚分完，酒店的门铃响了，门外竟是2位警察。我还以为这剧里警察不会出场呢，反正剩下的人不多，很快就能知道谁是凶手。警察是来找爱菜的，他因涉嫌传销被调查，结果人间蒸发了。在他家里，警方发现了一张写有酒店地址的笔记。玩家们假装自己是在帮酒店准备重新开业的员工，他们看到爱菜的照片，异口同声地说不认识他。但小英手里还抱着爱菜送的达摩，情绪明显波动。小英慌忙把达摩藏到了桌子下面。警察也不是傻瓜，心里已经有数了。当警察低头寻找时，小英的达摩已经不见了。其实这是他们的默契配合，小英趁机把达摩扔给了对面的赌狗大婶。赌狗大婶接住了，要是掉地上就麻烦了。警察临走时发现了地板上的血迹，那是爱菜被杀时留下的。二公心理素质超好，他胡编说那是工作人员流鼻血的，还问警察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清理血迹。这次总算是暂时把警察打发走了，但警方已经注意到爱菜和这家酒店的关系，以后可能还会来查。上一集中康和大田原本打算一起去抢钱，现在大田园没了，他只能自己动手。真不知道他有什么计划。他在角落发现了一扇写着禁止入内的楼梯门，虽然他知道自己正被监控，但已经来到这里，不探个究竟岂不是浪费。楼梯陈旧的木板发出滋滋声，中康突然感觉到有别人的脚步声，原来悄悄跟在他后面的竟是小英。小英一直不太待见中康，两人世界观实在是太不一样了。但此刻小英突然板着脸说他想参与中康的抢钱计划。他观察到前几次的现金都是从餐厅方向运送过来的，但要调查餐厅得先解决监控问题，他建议先去切断酒店的总店员。至于二公，他说他已经有了对策。演小英的长谷川百花曾是 AKB48 成员，从塔斯就能看出他不是简单角色，他的角色转变太突兀了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因为小英的突然出现，中康没能探查那个禁止入内的地方究竟藏着什么。我猜小英是为了保护那里的秘密，才故意分散中康的注意力，他绝非简单角色。在二公这边，大田园死后，他去打扫房间，偶然发现了那部正在响的备用手机。他接了电话，和一个神秘人交换了几句客套话。不久后，这位幕后智囊竟亲自来到酒店检查情况。现在他露面了，也就不再那么神秘了。他叫南湘。正如之前所猜，南湘是过去参加过这个游戏的玩家。大田园怎么认识他还是个谜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曾向大田园透露过一些游戏的信息。不过他自称不知道通关的秘诀，因为这里的游戏全靠运气。当钟声在5点49分响起时，新一轮游戏开始了。第4轮游戏，作为飞行嘉宾的南湘闪亮登场。他之前参加过3轮游戏，赚够了还债的钱便选择退出。但回到日常生活后，他觉得索然无味，还是觉得死亡游戏更刺激，所以他带着之前赚得的5000多万奖金再次回到了这里。当然，他也重新签了生命保险，如果他死了，这些钱将会被平分。是否让南湘参加游戏，将由玩家们投票决定。理论上，这是个相当划算的交易，奖金增多，死亡的风险也相对降低。但大家都觉得南湘出现的时机太诡异了。二公平时超守规矩的，这次竟然同意空降，总感觉里面有诈。玩家们不愿冒险，但小英突然提了个大胆的主意。想来南湘以前也玩过这些游戏，他应该知道点内幕，干脆利用这点确保咱们能安全过关。这次节奏又是小英带的，他今天特别活跃。最后，特邀嘉宾南湘成功加入了队伍。这局游戏是高压电椅，选好椅子后得脱掉鞋袜，光脚站在铁板上，打开电源就会有人变成万福电烤串。但这椅子间隔是不是太近了点？而且就那么个形同虚设的安全带，还不如感恩教育那边的设备专业。大家一致决定让南湘先选座位，毕竟他经验丰富，可以学习学习。南湘绕场一圈，选了个他认为幸运的座位，其他5个人则背对背玩起了丁壳游戏。中康作为胜者去和南湘友好交涉，这就是大家的计划。南湘肯定不是故意回来找死的，他选的第一个椅子很可能是安全的，能和他换座简直是捡了个大便宜。南湘欣然同意了交换请求，他再次强调他也不知道哪个椅子有问题，这游戏全凭运气。接着杨子、赌狗大婶和太一陆续选好了座位，现在只剩南湘和小英。小英说既然都倒霉到这了，现在选哪个座位都差不多。但南湘没那么悲观，他抢先定了自己的座位。最后一个人一旦落座，所有人的命运也就尘埃落定。我也搞不懂为啥大家都在抽搐，不是应该只有一个人触电吗？总之一人静止不动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幸存的玩家们这才回过神来，出局的竟然是南湘，他真的成了飞行嘉宾，只客串1期，连多活1分钟都没。不过被电死的人怎么还能做得那么直呢？
我坐着睡觉都东倒西歪的，他这是直接被电成僵尸了吗？南湘的尸体被顺着管道扔了下去，二公手里也有他的简历，他是因为创业失败欠的钱。朋友们注意到没？所有死者都有简历的特写，除了一个人，大田园，他连尸体被扔的镜头都没有。如果下线玩家里真的存在假死的幕后人员，那大田园比第一个下线的政治嫌疑大。从这集南湘的表现来看，他不像知道什么内幕的，二公也不认识他，他可能真只是个享受死亡游戏的玩家。那大田园和他之间到底谁在利用谁还说不定了。剩下的5人中，除了杨子和中康，其他人都在纯赚了。但这一集里，小樱也暴露出了黑化的迹象，也就是说，全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恐怕没人会退出，厮杀还会继续。上集里，飞行家兵南湘空降加入了电影游戏，结果他上来就把自己玩死了。本以为是王者，结果连废铁都够不上，算上他带来的奖金，本轮生还者每人能获得2879万。现在太一和小樱挣够了还债的钱，可以选择胜利回家了。但您猜怎么着？前面一会一个个黑化烟雾弹，他俩要能轻易走人，那才见了鬼呢。太一想留在这的理由是，即便出去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开启新人生。看到南湘，他明白了，在这游戏里体验心跳才有活着的感觉。小樱则是因为外边没有他的容身之所，这点钱他觉得不够，他想继续留在这赌命搞钱。我说妹妹，你能剩下90多万人民币呢，你还想要啥自行车啊？赌狗大婶都惊了，他寻思这孩子怎么比他赌还大啊？前面见小樱担惊受怕，他还真的好言相劝，没想到自己是小康人家才是真疯狂。总之，玩家人数还剩5人，待下一次钟声敲响时，游戏继续。自由活动时间，杨子问二公，他们2人是不是在哪见过？虽然二公躲躲闪闪的相认，但杨子一炸就炸出来了。其实二公见杨子第一面就认出他了，他的真名叫姚香，而他父亲是二公唯一的逝世最后的朋友。杨子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只说有些事还是少问为妙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赌狗大婶心里急得很，看着小樱这么单纯的想留下来，他不得不担心。其实小樱根本就不简单，太一早就看出来了，他虽然年纪最小，可心思可能最重。赌狗大婶性格直爽，觉得骗人太麻烦，所以也不太会识破别人的谎言。他要是玩狼人杀，估计第1轮就被投出去了，但小樱可能会玩到最后。说起小樱，他正跟中康商量偷钱的计划呢。上回他觉得钱可能藏在餐厅，想接近就得先切断监控总电源。现在他又想出了新点子，如果能进入监控室，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。算了，别再逗中康这个傻大个了。我看你们这些主意不少，但能不能行动快点啊？这都几集了，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动手？到了下午，警察又来了，他们查了监控，发现不只是送菜的，还有好几个人进了这酒店就没在。出去！二公稳得很，他说他刚从新加坡过来，这些人他一个都没见过，他反倒希望警察好好查查，毕竟他也不想酒店刚开张就出事。当然他知道没有搜查令，警察也干不了什么，这只是吓唬人的。警时走的时候，二公突然变得神秘兮兮。这位男警叫内山，看来他也是个欠债的，不知道后面的游戏会不会让他加入。不过二公没注意到，他和警察的对话被躲在柱子后面的太一听得一清二楚。行吧，还在玩这套，太一这角色估计还要神秘几集。晚上7点11分，游戏的钟声响起。好消息是，今天厨房里居然有热腾腾的饭，不是泡面。但坏消息是，煮的是7彩蘑菇，游戏的主角就是他。这5种蘑菇里有1种是有毒的，每人都会分到1种。为了防止有人用特殊知识轻易赢，比如小樱可能在学校学过这些，这轮游戏设了个特殊规则，每个人选的蘑菇得喂给另一个玩家吃，被指定的人不能拒绝，也不能换。选蘑菇的顺序还得看抽到的牌点大小。我猜你们看到这儿也想吐槽了，别急，剧里的人也有话说。最后大家抽牌决定了谁先选蘑菇，顺序是杨子、中康、太一、赌狗大婶和小樱。杨子第一个选了那种超级毒的紫金针菇，直接送给中康。中康本来想回赠一样毒得要命的荧光银耳，但杨子那信心满满的样子，感觉跟他硬碰硬肯定会倒霉。中康一想，算了，还是让太一来接这个烫手山芋吧。太一内心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别把烂摊子推给我呀！轮到太一选蘑菇了，他不想搞死人，就挑了最普通的碱口蟹味菇给杨子吃，只剩下赌狗大婶和小樱了。赌狗大一直护着小樱，还给他了护身符。现在他让小樱帮忙辨认哪个蘑菇毒性大，说他愿意牺牲自己。小樱一听，表面上哭哭啼啼，心里可开心了，演技全开。小樱告诉赌狗大，斑点华子菇有毒，他自己则等着赢。但蘑菇端到面前时，小樱笑不出来了。我就知道赌狗大婶怎么可能那么单纯。他第3集时帮小樱选隔间，我就觉得他这人不简单，现在终于露出真面目。小樱慌了，只好给赌狗大婶盛上那碗安全的蘑菇。接着就是吃蘑菇的时刻了，大家吃得牙疼脸抽，毕竟谁爱吃色素水呢？那这轮谁会出局呢？毒素是慢慢发作的，大家坐立不安好几个小时。杨子给小樱涂指甲油，小樱说死也值了，这么漂亮。杨子安慰她，放心，你肯定没事的。时间不早了，人也不少，毒素终于要上头了。赌狗大婶神志不清的弄掉了爆米花，开始喘不过气。果然没错，小樱这招反向套娃玩得漂亮。赌狗大婶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突然倒下，她趁着最后一口气把爆米花塞进了嘴里。这爆米花得有多好吃啊，我也想尝尝了。小樱现在彻底露出了真面目，
中康和太一看他这疯狂的样子都吓傻了，只有杨子还是那么镇定。杨子早就识破了小英的把戏，涂指甲油时说她没事也是因为这个。不愧是剧中地位最高的女性，见多识广，真是不一样。我倒是想看看杨子和小英会演出什么精彩戏码。这轮游戏每人可以赢得4319万，奖金越来越高了，杨子都快赚够还债的钱了。小英冷冰冰的让二公把赌狗大婶送的护身符扔了。太一和中康痛斥他的行为，结果被他调戏了一顿。我发现到目前为止，中康才是最真诚的一个。本来以为他很厉害，结果谁都能欺负他。到底是他在装傻还是真傻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自由活动时间，警察内山又来了。上集二公的那个魔鬼声音攻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发现自己的债务情况已经被摸透了，而且酒店里失踪的人都是负债累累。他开始猜测酒店里可能正在进行某种高风险的赌局。他一个人来，显然是想做个交易。二公了然地说：“懂了，你想要多少封口费？”内山在二公耳边轻声说道 ：“No No No。”内山这才知道二公只是个执行者，所有指示都是会长给的，连调查玩家的背景也是会长安排的。上次那位飞行嘉宾下场很惨，今天内山想加入游戏，他能活下来吗？刚才内山和二公的交易，中康在2楼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坏主意，他把其他3个玩家都约到了同一个地方，自己却迟迟没出现。小英第一个意识到不对劲，中康不会真的想去偷大家的钱吧？但杨子和太一觉得酒店里到处都是监控，他应该没那么傻。那中康到底在干什么呢？笑死我了！我觉得他真的挺笨的。如果他最后变成大 boss， 那就太神了。就假装监控是看不见的，以为自己在玩游戏呢，蛇皮走位就能避开判定是吧？但中康这傻人有傻福，累得直喘气，靠在墙上。结果那竟是上暗门，这可真是大发现。中康高兴得直乐呵。兄弟，这门缝这么明显，你确定这不是陷阱？大家猜猜看，中康还能安全地走出去吗？1点38分，游戏的钟声响起。以前的游戏都是傍晚开始，这次居然天还没黑就开始了。集合时间过了半小时，中康还没出现，监控找不到他的影子。二公认为他藏在了监控死角，这局他就算缺席了。少了人，正好补上内山。说得好，越想越觉得中康这是掉进圈套了。开始的时候，大家看到警察都吓一跳，但内山身上那股欠债的气息太浓，很快就融入了大家。他不是无缘无故来的，会长给了他一大笔入场费。如果他玩完了，大家分到的奖金可是实实在在的，没理由不让他参加。这次游戏是断头台，每人选择一个窗户，伸出头去，但有一个窗户里装了大砍刀，一声令下，可能就有人要头落地了。这可能是最残忍的一局。当然了，刀藏在暗格里，光靠观察是看不出来的。小英吓唬内山说，上次那个空降的下场不咋地。趁内山一脸懵逼，他迅速选了最里侧的窗户。内山看得心惊胆战。下一个迅速决定的是太一，他选择了最外侧的窗户。剩下中间的2个，杨子和内山互相客气。二公让他们猜拳决定，内山赢了。不过在这游戏中，猜拳赢了也不代表能活。内山闭上眼，壮着胆子选了窗户。这时候，大家的位置都定下来了。二公问是否有人要换位置。内山第一次玩，急着想试试换位置，但其他3人一个个表情诡异，吓得他赶紧缩回去了。我说别逗新手了，你们自己也没好到哪去。为了缓解紧张，二公放了音乐，还把倒计时延长到了10个数。我看你还是别拖了，数1万个也是一样，注定要死的还是得死。那今天的倒霉蛋会是谁呢？这刀道具也太敷衍了吧，就这一块破铁片。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太一第一个回神，脑袋瓜子还在。杨子是第2个，得说这游戏的恐惧感绝对升级了。接下来就剩内山和小英了。内山也安然无恙，头还在。他打破了新手必死的魔咒，这下子可能要爱上这种刺激了。那么谁出局就很明显了。小英这2集一直在抢镜，黑化的他，游戏到此为止。正如所言，他真的是带着他的红指甲去了西天，护身符都扔了，结果真的是自找的。这难道就是命运？本集到此结束。看小英那么做，我就猜他要么背景硬，要么就凉了。可惜还真是后者，他死得彻底，估计没戏了。这集最大的谜团是中康到底发现了什么？他是不是中了圈套？还能不能活着走出来？游戏前二公说监控找不到中康，如果二公只能看实时的，那他说的还成立。但要是能查历史的话，中康那么明显的动向怎可能没被发现？他撒这谎是真心的，还是别有用心？内山算上借的钱欠了1亿6千万，债台高筑啊！他经历了一轮游戏，看起来很不自在。我觉得他是警察间谍的可能性不大。这轮游戏每人能分到7000多万，杨子也有钱还债了。当然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既绑定这游戏，毕竟已经沾上这恶魔的买卖，那就赌到底吧。其实大家都不简单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心思，但太一偶尔还是会冒出几句正义满满的话，比如我们这样不对，我们太奇怪了之类的。兄弟，你自己不是说在这里赌命才感觉活着吗？别再装了。看来他那副虚伪的面具至少还得戴上几集。上集中康发现密道消失后就杳无音信了，他的行李还在，钱也没动，肯定还藏在酒店里。大家都在担心他的安全，如果他在游戏外出了事，就意味着大家都不安全，所以大家都要求查看监控录像。
二公只好说自己只是个打工的，对电子设备一窍不通，没看过历史记录。杨子立马接话：那正好，你不会，我们帮你查查。原则上是不能让玩家看监控的，但在众人追问下，二公只得妥协。终于，那个神秘的监控室露出了真面目，里面亮着紫色的灯光。之前第3集的时候曾短暂出现过，但那时是黑的。一比较，桌子、控制台和键盘看起来都一模一样，很可能是同一个房间。进门后，二公怪异地盯着门口，还阻止内山碰空调的按钮。我猜这屋里或许藏着什么密室，赞助人可能就在里面。倒带到昨晚11点多，二公带着2大包东西经过厨房，那个篮子似乎就是装小樱桃的那个。二公解释说他是去买吃的，篮子里装的是泡面和纳豆。他白天忙着打理酒店，只能半夜抽空出去。看那轮廓还真有点像泡面桶，暂时先信他吧。再倒带到昨晚9点23分，监控捕捉到中康试图潜入但失败，那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里。看完中康的糗事后，二公急着让大家离开。他这么急切，好像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。不过杨子的眼睛可是雪亮的，细节藏不住。监控里中康一离开，画面就跳了7分钟的录像不翼而飞，从9点23直接跳到9点半。监控室上锁，钥匙只有二公有。他借口不懂电脑，否认删除监控录像的事，然后就是他把所有玩家都赶出去了。这说明酒店里肯定有人能动手脚编辑监控视频。现在回看一下第3集的那段画面，虽然是大田园出现在监控里，但仔细一看，坐在椅子上的人头顶是不是有点光？说不定大田园才是幕后的大佬，监控视频可能是他提前准备的迷惑众人的。到现在为止，大田园是唯一一个尸体没被扔出来的。我赌5毛是他在操控一切。杨子知道了中康最后出现的地方，自己一个人去调查了。正巧二公拿着清洁工具走过，杨子藏在柱子后面，偶然发现了暗门。我说这暗门也太好推了，没点机关什么的，门缝还那么大，都快能看见里面了。这有问题，这4个字差点就贴在门上了。你们这帮人视力真的有待提高。杨子趁机悄悄进了门，这里像是个仓库，走廊两边有好几扇门，注意这里也装有监控，可大家之前查监控的时候没看到这个房间。杨子的探险才开始就被二公发现了。以前说过，二公是杨子父亲的朋友。杨子小时候很少见到爸爸，爸爸的礼物都是通过二公送的，所以面对闯入禁地的杨子，二公没有难为他，反而开始聊天。杨子觉得二公不可能只是个普通员工，他肯定知道游戏的内幕，他甚至怀疑二公会帮助金主杀人，比如中康的失踪。二公坚称自己就是个小角色，杀人这种大事他可搞不来。说着，二公打开了一扇门，里面中康倒地，背后插着刀。这时他们并没有去确认中康是否还有脉搏，中康背上那把刀沾满了血，手上也全是血迹，很可能他在挣扎中和凶手发生了冲突。监控消失的那7分钟应该正好录下了凶手，不过现在还没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死了。杨子被这一幕吓了一跳，但二公看起来很镇定。他说自己在这里见过不少死人，但像中康这样在游戏外死去的还是第一次。之前二公总说这是他第一次主持这种游戏，看来他撒了谎，他的真实身份肯定不简单。现在中康就躺在眼前，二公坚称不是自己干的，杨子也不想惹麻烦。不管中康死活，对游戏影响不大，二人决定把所见的事情保密。中康突然说，别闲聊了，我这样还能不能抢救一下？7点04分，游戏的钟声准时响起。内山警官是专门请了假来参加的，所以同事们并不知道他来了这里。警局里也没人知道酒店的真相。明白了，看来好警察在康子宇宙里也是没什么用的，只有坏警察能看透一切，迅速地融入其中。这局游戏是10字母转盘，就是那种领导加菜你转桌的转盘。5把椅子围着一张圆桌，大家选好座位后转动转盘，转盘停下来时，弩枪对准谁就射谁。参与的玩家只有3个，所以有2把空椅子。如果第1轮没射中人，就继续转第2轮、第3轮，直到有人出局。太一和杨子选座位时都挺镇定，只有内山显得特别紧张。他一方面享受着赌博带来的刺激，另一方面又生怕自己会死，毕竟他还有房贷要还，中年人的生活就是这么艰难。他选好座位后又反悔了，最后在直觉的驱使下换到了太一旁边。这次座位交换到底带来好运还是坏运，谁也说不准。箭头射中了内山原来坐的那把椅子，他的直觉竟然真的救了他一命。同一个位置连续中箭的概率可是很低的，所以第2轮开始前，内山坚持要坐到刚才中箭的那把椅子上。二公也同意了他的这个要求，但谁能说得准，说不定真的会有连续2次中标的情况呢。这一轮的结果怎么样了？内山的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确实能多活1集已经很不错了，他怎么可能赢得过这俩有故事的人呢？现在只剩下杨子和太一，他们俩在担心警察不见了会不会出大问题，但二公说完全没问题，因为内山已经为了这个游戏辞职了，而且还安排好了他的同事。日本每年有超过8万人失踪，内山只是其中一个而已。明白了，这就是在说康子宇宙里的警察没用。听这话，太一也明白了一件事，来调查的警察恰好是欠债的，还偏偏要参加游戏，太巧了。在第5集里，二公揭露了内山欠债的事，实际上是在推他一把。其实这一切都是主办方的圈套，他们都是按剧本行动的棋子。现在只剩2人，没必要再斗争，不如带着钱高高兴兴的成为人生赢家。不过这种美好的想法也只是想想而已，
二宫来发奖金了，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规则。新规则是现在退出可以，但得留下钱。想一个人退出一个人赢也不行。如果下一轮游戏开始前只剩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将因为无法继续游戏而被没收所有奖金，真是太赖皮了。反正规则最终解释全归主办方所有。他们之前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单聂钱退出，但他们太贪心了。现在想捡便宜已经太晚了，想要钱就得继续下一轮游戏，再死一个人。如果有一个人想退出，那两个人谁也拿不到钱。二宫此刻反倒真诚的希望他们两个都退出，保命要紧。但是到如今怎能不再拼一次？看到拿着钱的杨子，二宫眼里竟然闪着泪光。先记下这个情绪，这是个伏笔。既然是最后一次了，那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杨子问二宫是不是他杀了钟康。冲浪的太医吃惊的说，什么？钟康死了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时，二宫拿出了一段完整的监控视频，这是运营委员交给他的。这次他没有提到会长或金主 X， 而是突然提到了运营委员这个词。怎么到了剧情快结束了还突然冒出新名词？难道控制二宫的不止一个人？监控视频显示，一个戴着兜帽的人跟着钟康进了一个暗门。3分钟后，他们在暗门后的仓库里交谈。钟康说，我不信任你了，我要退出。紧接着他就被兜帽人用一刀刺倒。杀人的竟是小樱。他们其实已经实施了抢钱计划，小樱是策划，钟康动手。钟康找到了金库，探好了逃生路线，甚至还篡改了监控视频。第6集中，钟康召集所有玩家，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可疑行为。钱到手后，小樱就果断地解决了钟康。这么多刀，确实是没命了。看到这里，我真的是满头黑线。邱元康，你这剧本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抢钱的具体过程，这么重要的细节，你得展示出来啊！金库在哪里？他们怎么找到监控室的？逃生门钥匙又是怎么来的？主办方呢？怎么就这么容易让他们篡改监控？真的只是在拍些烟幕弹，没有一点用心的内容。那么久的抢钱线索，现在就让二宫随便说2句就结束了。就这，你这旁白功力还真是一流。至于小樱为什么还要参加断头台游戏，那是因为她过于自信，完全没考虑到自己可能会死。她想在逃走前再爽一把，结果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。可以说是游戏激发了她内心的变态一面，最终自食其果。大厅里发生的一切都被监控后的神秘人完全看在眼里。他这次不仅戴了手套，还加上了兜帽和面具，真是遮得严严实实的，都看不出来他头上有没有头发了。那么这2次出现的人是同一个吗？他会是那个幕后的大老板吗？晚上，太医去杨子房间找他，他还犹豫着要不要参加最后的游戏，可杨子已经决定了。毕竟他们原来都打算结束自己的生活，要是现在一文不名的出去，那不还得回到原来那种日子？杨子觉得还不如死在这里呢。然后这2人的关系开始往奇怪的方向发展，连背景音乐都开始暧昧起来。太医说，要是早点遇到杨子就好了。杨子回了一句，傻瓜，然后就把他推倒了。这是搞什么鬼？监控室的神秘人一看，哎呀，这有点不雅，赶紧坐直了。杨子本来想亲一下，突然好像意识到了监控，就把灯给关了。然后神秘人只能听声音了。他们就这样一起睡到第2天早上11点06分，游戏的钟声响起。我说 CP 可以冷门，但别搞得太诡异啊。他们俩的聊天一直莫名其妙，感情发展也没头绪，怎么突然就火花四射？康子要是没剧情了，不如去啃打火机算了。最后一轮游戏在天台上进行，玩家需要带上连着大铁球的铰链。开局时，铁球被绳子固定，8根绳子里有2根是连到大铁球的。2个玩家轮流捡绳子，看谁先被铁球拖下去摔死。绳子在暗箱里乱七八糟的，像耳机线一样，外面的人根本分不清。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人捡了绳子，结果对方被拖下去了。这最终的生死选择，结果还真不好说。他们通过猜拳来决定先后顺序。开始几轮都是平手，二宫还嘻嘻笑着说：“你俩还真是有默契，就像小情侣一样。大哥，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的啊？真没啥可磕的。你要不要去磕俩鸡蛋吧？”最后是杨子赢了，他先开始捡绳子。捡之前，他问二宫有没有什么秘密想带进棺材的。说过了，二宫和他本来就熟，甚至差不多是他半个爹。二宫知道他想问什么，但以主持人身份拒绝回答。不知道为啥，这次二宫看着特别紧张。第1根绳子剪下来，铁球纹丝不动，安全。第2根轮到太医剪了，铁球在微风中轻轻摇摆。好消息，这根也没事。第3根又轮到杨子了，剪下去，但好运没持续太久。这次绳子一断，铁球脱固定，杨子被距离拉倒。关键时刻，太医在天台边抓住了他的手。我知道导演想拍个感人的，但这铁球是不是太轻了？不会把太医也带下去吗？杨子挣扎着看向二宫，他像小时候那样叫他古俊大叔，但二宫作为主持人，只能眼睁睁看着。杨子刚才可能是想问自己的身世，但二宫想把这秘密带进棺材，所以他今天特别想让杨子退出，可能已经感觉到了结局。看到这一幕，太医完全崩溃了。关于二宫和杨子的过去，剧里也没多少信息，不清楚二宫为什么不愿意承认父女关系，但作为主持人，他只能哽咽着宣布游戏结果。二宫转过脸去，太医趴在天台上大哭。监控室里，戴面具的神秘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整个游戏的直播。终于，金主 X 露出了真面目，他举办这场死亡游戏的真正目的马上就要揭晓了。
面具之下究竟是谁的脸？谁才是这场假死游戏的真正老板？弹幕党们准备好，开奖时间快到了。上一轮游戏中，杨子不幸坠楼身亡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和二咬终于认清，其实二公在杨子还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他，背后有他的苦衷。他曾是一名小学老师，他的一个学生因为校园霸凌选择了跳楼，而他作为班主任竟然毫无察觉。作为教师的他，自然要为这种疏忽付出代价。学生的家属强烈谴责他，学校也将他开除，舆论也一面倒的批评他。为了不给家人带来更多伤害，他选择了改名换姓，默默离开了妻子和女儿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他就假扮成他爸爸的朋友，给他送去礼物。谁曾想，多年不见，他们的重逢竟是生离死别。按照规矩，二公处理了杨子的遗体，杨子没留下什么秘密，他简历上的债务经历与他自己说的一致。此刻，二公能做的只有为他多献上一束花。酒店里还有另一个非正常死亡的尸体需要处理，那就是小英杀害的钟康。钟康身高1.8米，个头大，身体沉重。二公和太医费了好大劲儿，这就说明了小英一个人不可能搬动钟康的尸体，肯定有人帮他把尸体藏起来了。那些潜藏在暗处的，也只有监控室里的神秘人了。他这么做无疑是为了让玩家们继续杀戮，保持游戏的紧张感。现在游戏结束了，太医成了最后的赢家。太医终于不再假装，他根本不是什么上当受骗的小白，而是在骗别人帮他背债。所以当警察来调查时，他才会躲在柱子后面偷听。他担心警察是来抓他的。不过在这种杀人游戏中，稍有心计也是情有可原。如果真的那么正直善良，他可能也活不到最后。太医的奖金总计7亿8382万，这数字我也只在天地银行见过这么多钱。这一天他怎么拿走成了大问题？装箱子里自己拎不动，寄快递又不放心，这么大的事还是得大人物来想办法。于是二公隔着监控喊来了神秘金主，也就是举办了这场游戏的会长。这个神秘了整整9集的幕后 BOSS 终于要上线了。大田园以前确实是医生，他的欠债经历也不是编的，但就在他想自杀的时候，他忽然就开了窍，决定再搏一把。一开始的跳楼镜头其实是他在给二公这个主持人讲他以前的经历。大田园死里逃生之后，命运的风向就奇迹般的变了，他变成了天选幸运儿，干什么成什么，恨不得吐口痰都能砸着钱。渐渐的，他积累了巨额的财富，可以说左右他人生最大的因素就是运势。于是他开启了对运势的研究，他想把运势公式化，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在掌控着人生。你这不就是 AI 算命吗？不得不说，这路子还真的挺符合现在热潮。为此，大田园找来了若干和他一样欠债想自杀的人，给他们重生的机会，以巨额奖金为诱饵，让他们参加生存游戏，并全方位记录他们的数据。游戏的开始时间都不零不整的，其实那是系统计算出的及时，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在自己运势最佳的状态下公平竞争。他居然还懂得控制变量，真不知道该说他玄幻还是严谨。大田园已经弄明白了，运势是和生物节律有关的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，他甚至亲自上阵。第一局赌水和第二局俄罗斯轮盘赌，他都没使诈，是真的靠着强运附体把有问题的道具换出去的。但第3局游戏前，他算出自己即将倒大霉，所以他才事先安排了迷你氧气瓶，让自己假死。特意设置需要换衣服的游戏，也是为了给自己留出脱身的时间。除这场游戏之外，其他的都是死了人就原地推走。另外，二公也是之前游戏的玩家，他作为上届冠军，担当了本届游戏的主持人。学生自杀的事深深影响了他，之后他就加入了一个救助轻生人的慈善机构，大把的银子也没少投。意识到的时候，自己已经负债累累，结果就被大田园拉来参加游戏了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二公和太一这2届的冠军摆在那场，大田园怎么可能错过这个试验的好机会？这俩幸运儿谁更胜一筹？他心里其实清楚得很，现在就要实际上试一试，看看自己的推测对不对。其实二公和太一根本不需要再冒这次险，但最后的决战还是有很多好处的。奖品不再是金钱，而是更诱人的东西，那就是大田园的全部研究成果。谁如果赢了，就能像他一样掌控自己的运势。有了这个，二公能从根本上解决那些轻生者的问题，太一也能一帆风顺地过完后半生。这样，最真正的决战就开始了。由赞助商亲自主持，这场冠军之战真是够有面子。这轮游戏是毒药生死战，大田园会给他们注射一种慢性麻药，人会渐渐失去意识，最终心脏停跳。在此期间，他们要进行猜拳，赢了可以注射1小瓶解药，需要3瓶解药才能完全中和麻药，但只有5瓶，所以猜拳采用5局3胜制，赢得活，输得死。决定命运最终靠的就是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。太一说，为啥要这么复杂？直接2针管，一个有毒，一个没毒不就得了？大田园说，这可是科学，没有这些步骤怎么掌握运势呢？行吧，谁知道运势的公式是啥？其实比起运势，光靠猜拳不就行了？真的有必要死人吗？反正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说了算，他高兴就行了，只求元康。注射器里的药物打进2人静脉，游戏正式开始。毒药注入血管，接下来进行5局3胜的猜拳，每赢1局可以注射1小瓶解药，谁先得到3瓶谁就能活下来。天也不早了，快点吧。不，每次猜拳前他们总是要唠叨半天，否则这急拍什么呢？就像现在二公展开了他对概率论的见解。
学生时代考试经常会遇到这种题，同时扔2颗骰子，2个6点的概率是多少？正常人觉得是1/36，但总有聪明人觉得结果只有扔得出和扔不出2种选项，所以他们认为概率是1/2。同理，天气预报说会不会下雨，概率也应该是1/2。死亡游戏里不管有多少人参加，存活的概率还是1/2，因为运气这东西从来都是固定的。这体育老师喝多了都教不会这玩意，好吗？看来在康子宇宙里，物理数学全都没了。盲猜他下一步剧得把化学也搞砸了，这就叫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康哥除外。侮辱观众智商之后，2人终于开始猜拳了。第一轮猜拳，几次平局后，2公赢了，得到了一瓶解药。大田园早就预测谁会死，但他可不能剧透，因为一点小动作都可能改变运势的走向。比如游戏中小樱和中康那一幕，他知道他们想抢钱，但没料到小樱会杀人。中康本该死在游戏里，结果提前挂了，这影响了实验结果，所以他才特意挑了和中康生物节律相似的内山来补位，这样每一轮的结果都没偏离大田园的预测。如果中康没被杀，他也是在十字弩转盘游戏中出局的，内山就是他的替身。至于大田重南香，那也是大田园提前安排好的，他大概知道这局得拍10集8个人，显然不够死。聊够了，继续猜拳吧。第2局太乙赢了，第3局2公赢，比分变成了2-1，2公拿到了赛点。这种局势谁都知道不能这么轻易让2公赢，不然剧情还有一半，接下来拍什么？于是2人在回忆往事后进行了第4局，果不其然，比分变成2-2平，最后一局决定生死。这真的是生死一线。大田园问他们最后想的是什么，2公想的是如果死了怎么处理自己的尸体，他打算直接进垃圾桶，真是敬业的打工人。太乙想的比较接地气，他脑海中全是蛋包饭，好吃极了。也是，他们在酒店天天吃纳豆和泡面，换谁不想吃点好的？其实这里只提供这些食物也是有原因的，纳豆里那维生素 K 和益生菌帮助调整生物钟，泡面则激活交感神经，促进肾上腺素分泌，所以这帮玩家没人想退出。天啊，泡面知道自己这样牛吗？以后体育比赛尿检得查泡面，看看有没有吃过。康子真是开创了兴奋剂新纪元，厉害了。最后一局猜拳前，大田园掏出2个信封，一个信封里是支票，赢家将得到100亿日元，另一个黑信封里则写着谁会死。这结果他第一次见到大家就预测出来了，他把所有游戏结果都算计得水落石出。这最后一局就是他理论的最后一块拼图，决生死的猜拳开始了。这回2人疯狂打平，就像战斗中的棋子，看看谁更走运，谁能撑到最后。弹幕别停，2位冠军的巅峰对决，太一更胜一筹。剧中音乐是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第4乐章，剧名中的 Dark Couple 是音乐术语。发现康子最近喜欢往剧里加古典乐，红色呼叫铃里的犯人叫艾柴可夫斯基。这剧里的音乐大咖有贝多芬、马勒、肖邦、巴赫等。古典乐真能帮助剧情或人物塑造吗？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总之，经典音乐既好看又好听。康子可别突然在剧里放抖音神曲，那我真受不了。回到剧情，大田园的预测又准了，黑信封里的名字是2公。这次实验他又得出新假设，那就是运气可以转移，只是具体怎么操作还不清楚。杨子运气快没时，2公就用强烈意念把运气给了他，所以现在2公输给了太一。不是吧？运势还能像血包一样，不够了就贴一袋，那岂不是养一堆弹药包就能无敌了？黎明清都说专业。总之，路是自己选的，2公不后悔把运势分给了女儿。现在他欣然接受自己的命运，别提他们俩那莫名其妙的感情线了。说完这句，2公趁最后一口气把自己扔进了回收桶。胜者太一拿到了大田园提供的100亿奖金，但他对运势研究的成果似乎没什么兴趣，转身就走。这时，大田园的电脑突然提示他，运势又回到了巅峰。他兴奋地要求和太一再来一局猜拳，如果赢了要收回奖金。怎么还有这么玩的？但太一才是真正的王者，他连头都没回，对这场无聊的比赛不在乎。他轻描淡写地用自己的胜利推翻了大田园的理论。大田园重新计算，却发现自己的运势像泄洪一样消失。他无助地开始小鸡啄米。溺水游戏时的惊慌失措是演的，但现在这是真的。真不知道他的脖子怎么那么灵活，难道在东北学过2人转？最终太一顺利离开了酒店，成为人生的赢家。但他似乎觉得已经成为了运势的主宰。他笑着撕掉100亿的支票，转身走进了人群。他看着所有人都像大田园一样戴着面具，所有人都以为自己能成为运势的主宰，但结果如何呢？运势最终会如何影响人生，我们也不知道。